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哎，谢谢，我是小鹿啊。我最近呢结了很多婚，跟同一个人啊。我第一场婚礼呢是在北京办的，第二场呢是在我云南老家。哎，我老公呢是一个澳大利亚人，他家里人是第一次去云南啊。一到我们那个小县城呢，我婆婆就问我说：“小鹿，云南婚礼有什么 dress code？” 我说啊，你就 dress 到不觉得 cold， 也别 dress 的太 hot。婚礼没有穿搭要求，对他们来说非常的文化震撼了。但他们最震撼的还是我老乡吃席的速度太快了。为了保证婚礼的体面完成啊，我都提前算好了，一定要到仪式的最后再发筷子。但那天我一进场就看到有人已经吃起来了。没错，老乡自己带了筷子。啊，大意了，光想着晚点发筷子，怎么不想着晚点上菜呢？我要是晚点上菜，他们不就自己带菜了吗？吃席真的是太快了，我还在台上念誓词呢，已经有人掏出塑料袋开始打包了。我在那无论贫穷还是富有，老乡不管大虾还是猪肘。我说一生一世永相守，老乡说能带走的都带走。是谁说的老家的人生活节奏慢的？这不挺快的吗？我公婆哪见过这场面啊？一看都没有人听我们说话，我婆婆在那一个劲儿摇头。哦 ，This is rude。我老乡在旁边操着方言，不是rude的，是俗的。嘿，rude的我都打包了。当然，我本人也遭遇了一些文化冲击啊，在这场婚礼，因为我爸妈承担了我们婚礼的所有开支，而我公婆送出的结婚礼物呢，是一条珍珠项链。上面有且仅有一颗珍珠，叫项链都有点僭越了。当时我收到那个吊坠的时候啊，我就告诉自己，小鹿，沉住气，你的福气在后头呢。后头呢，我就收到了我老公哥嫂送出的结婚礼物，2瓶香水。我查了一下，发现其中1瓶还是空气清新剂，真是送了些氛围感。啊，而我的哥嫂送出的结婚红包啊，是他们6个月的工资。哦。我老公知道之后，跟你们一样大为震撼。他说啊，天哪，他们怎么能送这么大的红包啊？我说啊，这个在中国法律是允许的。怎么，在澳洲违法吗？他说不是，我说人类怎么能攒下半年的工资啊？啊，我说哈 ，This is Chinese 功夫。确实是有文化差异的。对于婚礼啊，我家人提供物质支持，他家人提供情绪价值。婚礼那天，我在台上往下看，几乎所有人都在埋头干饭啊，都觉得婚宴嘛，吃了上顿没下顿啊。只有我婆家那一桌人啊，睁着个大眼睛，就是坐的一群人啊，坐的跟那个小狐獴一样。看完了全程，完全没有动筷子，当然他们也不会用筷子。啊，这场是中式婚礼啊，准确的说是新中式婚礼，因为新郎没给彩礼。以后过年回我家，孩子也是跟我姓，这跟他也姓不了嘛，因为他的中文名都是我取的，也是跟我姓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按照中国的习俗啊，你这个就算入赘了。他说啥是入赘？我说就是以后啊，你就是我爸的儿子了。他说哦，那你就是你爸的儿媳。我说啊，倒也不能这么反客为主啊。但是啊，一般人不喜欢入赘的。他说为啥？我结婚不用花钱，还成你们家里人，我爱入赘，我要多多入赘。我非常理解他为什么爱入赘啊。我们北京婚礼是我包办的，云南婚礼是我父母包办的。他一个澳大利亚的白男，在2024年成了中国包办婚姻的受益者。他当然爱入赘了，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我真的是，我都好羡慕他呀。我也好希望我也能像他一样嫁给我自己呀！我好希望我也能像他一样活得那么无知无畏、无忧无虑啊！我记得婚礼那天，我爸把我的手牵着放到他手里，跟他说：“以后你要好好照顾他。”他非常爽快地说：“我会好好照顾他的。”我在心想，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你看着他那一脸的憨笑，你很确定他不知道，他不知道啥叫照顾啊！他理解的照顾就是一起苟活。照顾就是我跟他说我想吃水果，他说我也想。他的
照顾就是我在厕所说没有纸了，他在外面说哦对，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也是难怪啊，所有的婚礼都是爸爸把女儿交出去，因为但凡是反过来，这个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啊！要是我婆婆牵着她的手，放到我手里跟我说以后你要好好照顾她，哇，我的脑子里会迅速飘出无数个具体照顾的画面，比如她大半夜喝多了回来，躺在地上哇哇乱吐边说我爱你，你不得不大半夜爬起来崩溃纠结，到底是先收拾呕吐物还是先终结这令人作呕的爱情？比如她马上就要出差了。飞机都快赶不上了，行李也没收好，24寸的行李箱放进去几件衣服就装不进去了，要爆炸了，还说他尽力了，你看不下去了，亲手一件件收纳完之后，发现所有的行李只占了行李箱一半的一半。他看完之后不以为耻，还笑着跟你说牛啊牛啊牛啊。对了，我的证件也找不到了。哇！当这些恐怖的画面在我脑子里飘出来的时候，我一定会吓到，甩开我婆婆的手说：“阿姨 ，No， this is rude。”好，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大家好，我是小鹿啊。过去这一年呢，我一直都在忙一个项目，备孕。我知道你们现在心情很复杂。人类的本能让你们想说耶，网络的情绪让你们想说咦，所以现在你们的心情起伏啊，就可以用一句歌词来形容，就是耶咦耶咦耶耶哦，你们最终的情绪就是还好，我周围一些朋友啊，一听说我要生孩子，就跟我要去犯罪了一样，他说欧莫，不要冲动啊。你迈出这一步 ，almost 没有回头路啊！这辈子就完了，值得吗？为了那么一个不认识的人，我知道啊，这都是关心，但关心的有点太早了。怀孕哪那么容易呀？我备孕很久了，一直都没啥动静。后来就跟我的生育搭子托马斯去看医生啊，医生一听，这个操作频率如此之低。就跟我们说你们这个不叫备孕，叫随缘，肚子没动静很正常，因为人也没什么动静。哦呦，这句话真的是触碰了我的逆鳞了，我就开始发力了，不错过任何的风口，大练钢铁直男。我全国巡演，一到排卵期就会宣托马斯前来侍寝。他千里迢迢来到我的城市，千里送种，礼轻情意重。连续几个月的劳动派遣，高铁飞机票也花了不少钱了，这也算是重金求子了。但每次都是仰天大笑出门去，千金散尽还不来。于是呢，我又回医院做了仔细的检查，这回好了，不孕不育治好了我的生育焦虑。我输卵管堵塞。有多堵呢？这么跟你们说吧，我的两侧输卵管呀，堵得就像中国这2个脱口秀上升通道一样。你想出人头地，但是左右为难，最后只能没这么绝望，我的情况没这么绝望啊。以前算不孕不育，现在还有的救啊！现在是可以做试管婴儿的。很多人可能对试管婴儿没什么概念，对吧？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首先合法，其次我生，你们别怕啊。试管培养的孩子啊，学名叫管培生。自从考虑做试管之后啊，现在我在看托马斯，他都不是一个人了，他就是一管人。我现在经常跟他说有劳了，管人。他说哪里，举手之劳。还是您能者多劳呀。懂的都懂。比起生育能力啊，我现在更担忧我的养育能力。我真的很担心我当不好妈。我的担心呢，源自于我今年收养了一条小狗，
养狗之前，我觉得我读了那么多书啊，什么鼓励式教育、无条件养育，那不是张口就来。但是我养了小狗1周之后啊，我对着这个小狗胡言乱语。我说你为什么要尿到我的床底下？你这个小狗是猪脑子吗？我不奢求你像别人家的小狗会取快递，会拉雪橇，会缉毒的，还有编制。我只要你定点尿尿，你都做不到。我养你，我还不如养条别的狗。我对你多好呀！我给你煮好肉，我自己拼某饭，啊，我花钱给你洗澡，我的澡都是自己洗的，啊，你的良心是被自己吃了吗？托马斯打断了我说：“哎呀，他也不是故意乱尿的。”我说：“你闭嘴，你也尿不对。”他说：“我可以改，我可以改，但他只是个小狗嘛，他快乐就好。”我说：“他都不听话，他凭什么快乐？他可是一只东亚小狗啊！”我说完呢，托马斯就抱着这只法国贵宾出去玩了。我恨铁不成钢地看着他们俩活蹦乱跳的背影，我就开始担忧了。以后要是真的开始育儿了，你说我的东亚模式和他爹的西澳大利亚模式，会不会发生一些教育对冲啊？对吧？我对孩子说“棒打出孝子”，他对孩子说“你是最棒的”。我说骄傲使人落后，他说落后也要骄傲。我说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说吃啥苦中苦，来吃王中王。这么东西教育一合璧，这孩子以后活得多么的矛盾啊，对吧？他对自己又爱又恨，他既松弛又紧绷，既稍息又立正，他含辛茹苦的吃香喝辣，凿壁偷懒，闻鸡就饿，头悬梁追短剧。我担心自己养不好孩子，但总有人跟我说：“哎呦，你生了自然就会养了，怎么可能自然就会了？”哎，你想说脱口秀不会写段子，我可不敢跟你说没有关系，你上台了，梗自然就冒出来了。你上台了，你自然就是喜剧之王了，不可能啊！我去年那么自然的就不是了。哎，做父母怎么可能自然就会呢？啊，我记得我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啊。那天早上我吃了我人生中第1盒龟苓膏，傍晚我月经就来了。我当时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给我吓坏了。我脑子里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去，龟苓膏有毒。我赶紧去跟我爸妈说了我中毒的事情。我爸沉默不语，红着脸躲避。我妈递给我一包卫生巾就走了，没有给我任何解释。所以现在我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哈，棉花不好吃。拉嗓子，建议外敷不要内服啊。我母职焦虑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我们这一代是中国第一代开始吐槽原生家庭的人啊，鄙人也是其中的中流砥柱。所以我养孩子就会有那种我一定要养得比我的父母更好的胜负欲，我要让我的父母看到我的教育成果之后，对我俯首称臣，说：“哎呦，甘拜下风啊！还是您会培养孩子呀！您看看我养出来的是个什么东西呀！”哎，我一生要强，真的好怕当妈塌房，所以我就想，为什么做父母没有资格考试啊？啊，就像律师执业资格证一样，咱也去考考母职资格证、父职资格证，爸爸考公，妈妈考母。更适合东亚宝宝的应试生育，对吧？有证书不一定能给孩子托举，但是能给我托底。这样以后我的孩子在诋毁原生家庭，我就不需要像现在的父母一样对着孩子痛哭流涕说：“啊，爸爸妈妈也是第一次做爸爸妈妈呀，哭得哟，那个行得我。”不需要这样了，我会理直气壮地把我的证书敷到孩子的脸上，情绪稳定地跟他说：“宝贝，抱怨原生家庭是很正常的，怪别人是人类的本能。但爸爸妈妈这边呢，也是国家认证的职业爸爸妈妈哟。咱们这个原生家庭是符合国标的。如果你还是不满意的话，建议你把自己重新养一遍啊！我当你是家人才告诉你哦。聪明宝宝都爱喝的飞鹤奶粉，用12亿公益生育补贴，补贴奶粉钱给孩子爱的贴贴，爱嗨爱嗨爱嗨哟。孩子说：“妈，你说唱干嘛？”我说：“啊，为了平衡事业和家庭。”好，谢谢大家。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鹿啊。我今年确实是结婚了啊。然后呢，家里人呢不出意外就开始催生了啊。在我婚礼当天，我当时还站在外面迎宾啊。我奶奶过来拉着我的手，早点生。我说现在吗？办完吧。办完后呢，我奶奶又说：“哎，这在娘家，你俩住一起不吉利啊，你俩得分开睡。”我说：“奶奶，你还记得孩子是怎么产生的吧？啊，分开睡还早点生，那才是不吉利吧？”现在家人群里还有人发那种什么不生孩子的女人是不完整的，哇，家人们谁懂啊？这话的意思就是我们没生孩子的女人都有生理缺陷呗。那是不是应该给我们发津贴、发补助？啊，以后公交、地铁上应该设置老弱病残孕不孕女乘客专座。以后黑灯开专场君不见啊，我开专场娘不生。我说了不演了，你自己演吧。现在职场对于女性的这种期待又完全相反。我闺蜜现在32岁，在找新的工作，每一家公司都在面试中给了她亲人般的关怀。关怀就是关心她怀孕的情况。班长，有没有对象？跟对象感情怎么样？有经常在一起吗？这就是性别歧视啊，歧视了男性，因为他们肯定是会问男的这些问题。给这种关怀啊，一旦给了这种关怀，那男的一定欣喜若狂，稳了 ，HR 对我有意思。你感觉现在啊，职场对于招聘女性的要求，你要很有才能，但是不会怀孕，也就是怀才不孕。这不是皇后对安陵容的要求吗？好可怕呀！再这么发展下去，以后这些公司会被办公室里点麝香，往女员工的冰美式里倒避子汤。真是30加女性的处境就是很割裂啊！父母总担心你不生孩子，公司总担心你要生孩子，我们说什么他们都不听。哎，要不咱们以后面试把父母带上吧，啊，让你的 HR 大战你的 FM。HR 说：“哎呦，招不了啊，他来我们这儿会生孩子。”父母说：“哦，来你们这儿会生孩子。”哎，多新鲜呐！在家跟我说死都不生，来你们这儿就非要生，你们这是办公室还是生产队呀？啊，你这发的什么 offer？ 令人胎动的 offer？ 但是你说我们30加女性考虑生育，那也无可厚非嘛。因为医生专家都不断的说，如果女性要生育，最好在36岁以前。哇，这话在我听来就像是我的每一颗卵子上面都刻着一排小字 ，best use before。而且我们女性生育还是有个 deadline 的，我又不像男人一样至死都是有生育力的少年，我绝经了我就绝后了，我就没有卵用了。是会焦虑的啊！前段时间我还带着我的生育搭子去了趟医院，检查完之后啊，医生跟我说，他说你要孩子你就不要抽烟，不要喝酒啊，不要熬夜，不要吃外卖，不要抑郁，不要焦虑啊，不要压力过大。听完我就压力过大，当晚就失眠了啊，就想熬夜、抽烟、喝酒、吃外卖。而我的搭子哦，他只需要不抽烟，而他本来就不抽烟，所以他只需要做自己就能做爸爸。哇，我真的好嫉妒他！我现在甚至希望他染上烟瘾再戒掉。哎，我突然感觉妈妈爸爸这个组合好像凤凰传奇呀。女方竭尽全力，男方毫不费力，双方平分传奇。啊，男方仅有的存在感就是女方说要不要孩子呀？他说要。然后女方生了孩子之后，男的说哦耶哦耶。妈妈爸爸这种职称难道不应该按劳分配吗？对吧？妈妈把孩子生下来，那男的首先是哥哥，表现良好了封为叔叔，
犯了大错，贬为弟弟。以后改过自新，努力奋斗，功高盖我了，可以把他扶正为爸爸。以后这男的要震慑孩子，都会对着孩子大喊说：“放肆！为父可是你妈妈亲封的爸爸。”现在确实啊，嫉妒已经使我有些丧失理智了啊！我现在有时候会甚至看着我的搭子，心想，明明我俩之间他是那个更适合生孩子的呀，啊，他比我健康，比我健壮，而且我们女性生育会出现的什么脱发、痔疮、大肚子，那都是男人中年本来就要得的。不如顺便怀个孕，这样都没有人嘲笑你了，都会来宽慰你说：“哎，做父亲的哪有不得妇科病的？”对于孩子，我现在真的是既怕生又怕养啊！我很怕我有了孩子，我的孩子就有了软肋，因为他妈是一个脱口秀演员，以后这个孩子在外面，别的小朋友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击碎他。你妈好尬呀！而我如果真的当了妈，万一啊没有平衡好孩子和段子，那我确实就会变尬。到时候我可能会去道德绑架我的孩子，说：“妈妈生你之前不知道有多好笑，要不是生了你，妈妈早让人笑死了。亏你个不孝子！”我都不敢想象以后我的孩子写作文会怎么写我啊！我的妈妈是一个脱口秀演员，她每天晚上都不在家，她要么在剧场，要么在酒吧，整晚跟人嘻嘻哈哈。夜深人静了，她才回到家。昏暗的台灯下，妈妈佝偻着背，那是她看自己的段子笑弯了腰。妈妈陪伴观众的时间比陪我的时间还长，我难过，但也理解，毕竟观众是妈妈的衣食父母，也就是我的外公外婆。我问妈妈，为什么这么忙还要生我呀？妈妈说：“傻孩子，当然是因为再不生我就没有卵用了呀。”我问妈妈，非得用吗？妈妈说：“当然不是呀，我用只是因为我想遇见你呀。你看你王阿姨、张阿姨他们都没有用，我们都过着自己喜欢的人生呀。”好了，妈妈要去演出了，有什么事情就找我的老公，也就是你的弟弟。妈妈的老公叫弟弟，我妈妈太幽默了，不愧是《喜剧之王》单口季第1季的冠军啊！外公外婆们的眼睛是雪亮的。刚才这些话都是孩子说的啊，大家如果听了的话，就往心里去啊。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鹿啊。今年来录节目之前呢，我一个朋友建议我让我去打个瘦脸针，说把我这个腮帮子打掉啊，上镜更好看。但我心想，我又不是靠脸吃饭的，对吧？所以我就去了。反正也不靠脸，段子不好整，脸还不好整吗？不好整。我去到了那个搞脸的地方，跟那个医生说了我要打瘦脸针。说完之后，那个医生的反应啊，颠覆了我对一个医生严谨务实的认知。他当时看着我的脸，面露难色，说：“你这个脸，光打瘦脸针？”也解决不了问题呀。人这辈子最怕从医生嘴里听到的话，应该就是哎，普通人对着你，你会觉得你有病吧？但是医生对着你，你会觉得我有病吧？尤其是一个搞脸的医生对着你，那基本就是对你的颜值打咩了，对吧？他肯定不会对着刘亦菲的脸，他只会对着他的脸。接下来啊，那个医生就开始对着我的脸一顿指点，说：“你看，你的两颊本身就比较凹陷，打
打了瘦脸针，侧面就会更刮。你的颧骨，两颊必须做填充，填充完，山根也得垫，垫了山根，那你下巴就太短也。妈耶，我只是想打个瘦脸针啊！那天听完医生那一顿啧啧称丑，我甚至产生了一个冲动，想说，要不老娘今天就干一票大的。我被这个冲动吓到了，我本来只想缩脸，现在却想换头。哎，这医生他很会搞人心态呀！你看他无中生有的给你的脸创造问题，让你焦虑，让你交费，对吧？他不像人家正规三甲医院医生一样，给你大事化小的消解问题。我希望有一天咱们走进这些搞脸的地方的时候，这些搞脸的医生能够拿出人家三甲医院医生那种务实的态度来对我。我走进去说：“医生，我觉得我腮帮子有点大。”医生说：“你看一下，这也不大呀，回去多休息，少嚼点牛肉干就好了。”我说：“啊，医生，那我鼻子也很扁，需要垫一下吧？”医生说：“我量一下，不影响呼吸吧？”没事，以后砸扁了再回来垫吧。我说啊，医生真的不需要整一整吗？可是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很丑啊。医生说丑什么丑啊？外面多少真的丑的人在那等着呢。你这点小丑来浪费我的时间？你们现在年轻人就是上网上太多了，胡思乱想。实在不自信，给你开一个美颜滤镜吧。我真的是想了很多，我甚至想到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我是不是有义务把腮留住？因为现在活跃在屏幕上的这些帅哥美女，都是那种一水儿的锥子脸，对吧？越来越单一的美，只有我们脱口秀演员还在坚持多元的丑。这份坚持很可贵啊，因为如果人类都去疯狂的磨骨削腮的话，就这么进化下去，总有一天人类就进化的失去自己的腮帮子了，那样人类会变得很脆弱的，因为我们遇到困难都没有办法咬紧牙关了。而且呀，其实丑才是脱口秀演员的安全牌。你想，如果我的人设是中国最丑女脱口秀演员，那你们这辈子都不会听到我塌房的八卦。说，哎呦，别看小鹿在台上丑成那个死样，私底下可是国色天香呀。也太安全了啊！但是这个丑陋赛道呢也不好走，一是太挤，现在你们脑子里人满为患。二是啊，现在观众很善良，总喜欢夸脱口秀演员长得好看，就跟那些粉丝喜欢夸爱豆有实力一样。有时候我上台也会听到有观众嗷出一嗓子：“姐姐好美！”哇，我真的是好局促。我心想，能有多美？这才哪到哪儿啊？你们吃点好的吧。大家用好美来肯定好笑，非常善良，但是没必要啊。长相普通，段子好笑，他就不值得夸赞吗？对吧？我希望以后我上台，观众能如实的夸赞我，姐姐好普 ，professional 的普，又普又好笑，做喜剧的料。那这个时候我也会真心实意的谦虚说：“哎呦，哪里哪里，我只是幽默而已，你们才是真的普通。”哎，咱们今天观众很好啊，很能接受冒犯。因为现在啊，说人普通都已经是骂人的词了。哎，普通怎么了？对吧？这个世界不就是我们普通人的吗？啊，我觉得舞台上应该更多出现普通人的脸，影视文学作品应该更多的去书写普通人的故事。要拍就应该去拍什么小美人鱼、普少女战士。然后大家刷短视频一点看那个电影解说都是：注意看，这个女孩叫小普。很明显啊，我最后没有换我的头。因为我享受做一个普女，就很稳定，有一种那种有编制的安全感。我不想再努力了，但是我非常钦佩那些还在为美丽努力的人啊！而这些为美丽努力的人，居然被骂什么整容脸、假脸，我觉得太没有天理了。整容脸，
那不就是天道酬勤吗？那自然美，那都是不劳而获呀。不劳而获有什么好夸赞的？我觉得在颜值这块，真正应该被夸赞的，就是那些从平平无奇的脸上平地抠饼、灾后重建的人了。我觉得所有换了头的偶像明星，就应该大大方方的告诉自己的粉丝，自己原来长得什么鬼样，这样你的粉丝才会知道他的 gay 有多努力呀。一旦有黑粉来攻击你的时候，你的粉丝就很有底气的亮出 gay 以前的丑照，跟对方对峙说：“你知道我们哥哥多不容易吗？哥哥刚出生的时候多丑啊，他鼻梁多塌呀 ，AKA 伏地魔。哥哥的山根垫了整整8次才垫起来，练习生5年，哥哥在医院躺了4年半。但我们哥哥一直在微笑着面对，哥哥完美微笑背后是什么？是32颗烤瓷牙。”烤瓷牙多疼啊！我们的哥哥在疼的时候，甚至都没有办法咬紧牙关。好，谢谢大家，谢谢，哎，谢谢大家，谢谢，哎，好像刚才没有见到我一样。哎，很开心啊！今年不用比赛当老友了，做脱口秀真好哈，年纪轻轻就可以倚老卖老啊。我和付航今年迭代了去年的老友。去年的老友庞博横向调动为主持，去年的主持喜提毕业脱口秀也搞降本增效了老友的作用呢，其实就是稳住老观众，衬托新演员，托举他人，献祭自己，老友记嘛。所以大家能听得出来啊，现在的出梗已经有一些调皮了这就是我今年的喜剧风格笑不死风我就会讲那种观众会笑，但又不至于威胁你们生命安全的笑点。你们听完之后，统一的反应都是哈哈笑不死。当然，如果我这么控制还是太好笑的话，那就说明姜还是老的辣要是真不好笑的话，那就说明姜来是你们的辣。脱口秀比赛好我们每年来这里，带着自己最好的段子最大的野心和最严重的心理问题，一顿厮杀，最后只有一个人会含笑上岸，而其他所有人都将大获失败，或者小获一些不为人知的失败，就是那种你还上过节目的失败。哎。太残酷了残酷的就像这个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行业一样但人呢又没办法不比，就连我们今天能坐在这里瞎比，那都源自于当年我们在爸妈的身体里拿了那次游泳比赛的冠军那是我们第一次拼命。你当时游完了，上岸了，以为完事儿了，一抬头发现人生是铁人3万项。在羊水里的日子都是海选，一出生恭喜你获得了参赛资格我第一次接触到看看别人家孩子这句话，当时我只有1秒大我出生的体重5斤2两，隔壁床的孩子8斤4两。我妈当时看着我说：“这孩子怎么缺斤少两的？”我爸说：“哎呦，是不是没生完？”除了跟别人家的孩子比我是家里的2胎，从小我还得跟我哥哥比小时候我家里所有人都会夸我哥，说这孩子聪明，就是调皮，夸我都是这孩子踏实，就是踏实。踏实这个词一听就脑子不太好使，并且小腿很粗的样子。确实是这样。踏实这个词从不单独出现从小我就知道踏实肯干懂事是我的核心竞争力。小时候上山砍柴，我哥非要不走路，他非要我奶奶背，我奶奶看着我，我说我不用背。我奶奶说小鹿真乖，比你哥懂事。
于是我奶奶背着我哥，我背着柴。我好开心啊！我赢了啊！我既懂事又有柴。哎，我奶背人，我背柴，我哥好惨，人财两空，笑不死。作为一个踏实孩子，我确实很肯干。但我今年在干完60场专场之后，我的嗓子失声了啊，说不出话了，跟今天的付航一样。被命运扼住了喉咙，我当然也没有这个备用的嗓子嘛，所以我只能取消了演出，在家闭麦了10天。那个感觉怎么说呢？无语了，大无语事件。我无语之后呢，我妈这辈子第一次对我进行了正面管教，她跟我说：“你不要再拼了，你已经很棒了。”哟。天哪！突然听到这句话，东亚小孩，我的天都塌了。哎，你已经很棒了，在我听来就是，虽然你没有获得更大的成就，但你这辈子就这样了。这是人说人的话吗？这不是我说我家狗的吗？啊，没有在沙发上尿尿，你已经很棒了。你才已经很棒了，你们全家都已经很棒了。我这才哪到哪儿啊？哎，我妈吓得我都开始反省了。我想呀，到底是什么事情让我的父母突然放弃了我？是我哥突然出息了吗？也没有啊。我赶紧回复我妈，我说妈，我还可以更好的。我妈秒回我说也是。啊，你现在生个孩子比啥都好啊！你看你哥啊，书读的不多，但现在2个孩子都这么大了。我说我看我哥啥，2个孩子都是我嫂子生的，你带的，我看我哥过得有多爽。我妈说：“呀，这你跟你哥比啥？”哎，又不让比了。你发现啊，父母这个评判标准真的是说变就变。小时候跟你说好好读书比啥都强，现在跟你说生个孩子比啥都强。以前跟你说人这辈子得做点事儿出来，现在跟你说人这辈子得做个人出来。2个更好啊，3个最佳。我不是不想做人，我只是不喜欢别人教我做人啊。我现在确实也想生小孩了啊，但我想生小孩不是因为我觉得生个孩子比啥都好，而是我觉得生个孩子怀着孕来比段子，比啥都好。哎。你想一下，如果我能怀着孕来比赛，那简直是喜剧之王炸，对吧？比好了是带球过人，没比好那是其他演员没有素质。不给老弱病残孕让位啊！但是啊，我一直都没有怀孕啊，看来我的孩子不想为喜剧而生。我办的游泳比赛没有人下水，啊！我现在突然意识到，怀孕本质上就是一场服从性测试，只有那种在娘胎里就想比的人才会出生，一出生就被比，所以叫 baby。现在知道我优化掉哪位老友了吧？王建国的大业后继有人了。其实我今天想说的就是，生而为人，就说明你天生爱比啊，爱比不是病，想赢不丢人。你不是好胜心重了，你就是 DNA 动了啊！咱们爱比就多比啊，都别装不比哈！最烦装不比的人了。好，谢谢大家。嘿，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谢谢，嘿嘿，哎，谢谢啊。哎呀，今年节目播出后呢，收到了很多的反馈啊。我最近过得比较的煎熬，因为收到了很多的夸赞。哎，我这个人特别怕被别人夸，每次别人夸我，我的本能反应就是我要反驳他，让他觉得他错了。啊，前段时间还有人夸我说啊，小洛，你也太好笑了，你的结婚段子太炸了。我说没有，我一点都不好笑啊，是新郎太可笑，你结你也炸呀。对方说：“哎，那倒不用了，你今年还时尚了很多呢。”我说：“哎呦，时尚啥呀？时尚，这不都装的吗？哎呦，私底下土的要死。我每天都在家唱布鲁 biu 布鲁 biu， 空隆康啷康啷康，空隆康啷康啷康。”
我知道这个梗非常的羞耻，但是也不会比我被夸更羞耻啊！我这种被人夸就觉得羞耻的心理，朋友告诉我叫做不配得感。哇，对于不配得感，我可太有配得感了。我到现在为止，每次脱口秀表演，只要超过5句话没有梗，我就觉得自己不配站在台上。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紧张，这句才是第5句。只要超过7句话没有梗，我就觉得自己会死。所以每次上台，我都像是曹植在给曹丕讲脱口秀。我还很害怕过生日，就怕别人对着我小鹿生日快乐呀，生日快乐呀！哎呦妈耶！因为我觉得我也没做对什么呀，我不就是被生了吗？不值得这么祝福呀。所以每次我都很局促，局促的像被爆了什么黑料一样，恨不得一个劲在那说：“哎呦，不好意思，很抱歉，占用了公共资源。”我的确是出生过啊，那你们就当我没有出生过好吗？不要再祝福了，也不要买鲜花和蛋糕啊，我花粉过敏啊，吃蛋糕会死。听到生日快乐歌我会聋掉的，不要再围观我了，再盯着我看，我就要给你们表演节目了啊！恐龙看了看了看了看。我朋友说啊，我这种深深的不配得感，底层是因为我不够爱自己。他说我得学会爱自己。我心想啊，爱自己，人不是应该多爱爱别人吗？我从小接受的爱的教育都是向外的，你爱家人，爱朋友，爱这个世界。我一直以为爱的流动就是你爱我呀，我爱你。哇，现在突然这个爱它转向了，出口要转内销了，你得爱自己了。哇，这种感觉特别像你在山洞里啊，苦练了几十年的九阴真经，一出山奥本海默了。我倒不是说爱自己不好啊，我只是觉得好难学呀，这相当于转专业了呀。所以我就问那个朋友说，爱自己怎么学呀？朋友说你预算多少，给你找心理咨询师啊。然后呢，我就开始自学，看了一些爱自己方面的书，小红书。以前我以为爱自己是给自己买花、买衣服买香水，现在我才明白，爱自己就是重新养育自己，做自己的父母，给自己买野兽派、Lululemon、香奈儿。这是做自己的父母吗？这不是做资本的衣食父母吗？资本跟你说，你得花钱爱自己，治愈你的童年。你一看那个价格，我的童年是得了什么大病吗？真是的，现在就是爱自己已经成了财富的密码，总是捆绑着严重溢价的东西。你买的越不值得，越觉得自己值得。以前买东西，你问商家为什么这个更贵，商家说因为它值呀。现在你买东西问为什么这个更贵，商家说因为你值得。这叫爱自己。什么意思？所以我消费了我自己，消费又等于爱，所以现在消费主义成了爱的教育。以后别人问我说：“你都没钱了还买呀？”我说：“再穷不能穷教育。”当然在学习爱自己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买了很多东西。现在没有学会爱自己，先学会了断舍离和挂咸鱼。但我发现买东西既不代表我爱自己，也不会让我爱上自己。所以我决定去找一个爱自己的榜样来学习。我找到了杨天真，他到处爱自己，爱得家喻户晓。我就开始看他的书，听他的播客，哇，真的有用。我爱上了杨天真。学歪了然后呢，我又找到一些形而上的爱自己的攻略来学习更难的，我想去练九阴真经。爱自己攻略1不要讨好别人，说出来你们可能不信，我的工作就是讨好别人。我爱上自己那一天，就是我在台上光说话不加梗的那一天。到时候观众都会在下面蛐我说：“小鹿怎么回事？一个梗不说，光自我陶醉呀。”旁边观众说：“哟，听说是爱上自己了。”
爱自己攻略2啊，接纳自己的真实情绪，这个也很难做到，因为我从小学习的啊，都是掩盖自己的真实情绪，什么胜不骄败不馁，宠辱不惊，哎，不要暴露野心，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我之前参加了一个脱口秀某大会，上去就被人淘汰了。当时每个人问我什么感受，我都在那强撑着装豁达说：“哎呦，哈哈哈，比赛嘛，有输有赢，谁都有可能被淘汰，所以也不觉得有多么的意外。”但是其实当时啊，我内心最真实的情绪是，完全没想到啊，我被淘汰了第一轮啊，哎呀，好丢人呐！哎，还好被复活了，哎，又被淘汰了。攻略3啊，要学会跟自己相处，与自己对话。我就试着跟自己进行了一场对话啊，哎，我爱我吗？哎，问这个多见外呀！哎，爱我什么？爱我中华。又逃避我。我觉得我不是真正的爱我，我非要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就这次对话之后啊，我跟我自己就冷战到现在了。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抽象的梗，接下这个梗就比较现实了。我发现没有什么爱自己攻略能像爱他美销量冠军卓奥一样，实证成分5天看见99%黄金效果啊！就是现在爱自己靠自己已经不大可能了，所以呢，我决定还是得花钱。哎，果然是财富密码，我就去看了心理咨询师。咨询师问我一个问题，他说：“你愿意跟自己做朋友吗？”我想了想，我说：“不愿意。”哎，我要是遇到我这么一个人啊，他认真勤奋，段子写得又好又快，开放麦风雨无阻，虽然有讨好型人格、不配得感，还常年焦虑，但他一直在为难自己，成为更优秀版本的自己。这样的人让人压力好大呀！啊，就你积极啊，就你上进啊！我讨厌他，我不想跟他做朋友，但我想成为他。咨询师说：“哦，你这个情况在心理学上叫做全能自恋。”我说：“啊，是吗？哎呦，我还不够全能吧？你认识杨天真吗？”好，谢谢大家。哎，大家好，大家好，哎，我是小鹿，哎，今天呢聊聊我妈，哎，我爱我妈。但是啊，我妈这个人，她的社交方式吧，她就是有点颠啊。我妈前2天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说：“鹿，我给你发了个号码，你给这个亲戚打个电话，他就是那个谁的堂弟的老婆的亲姑姑的女婿，也在北京，你们来往一下。”妈耶，就刚才这条社交链条上的每一环，我都不认识，也没有血缘关系。这算什么亲戚？这个人放古代，我们家诛九族都捉不到他。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妈，你说的这个亲戚啊，在北京我们一般叫陌生人。”我妈还在那坚持，呀，联系一下嘛，他也是云南人，他也在北京。我说那又怎样？我只是一个普通云南人，我又不是云南驻京办。哎，我不喜欢给人打电话，我妈不能理解啊，因为我妈如果想给谁打电话，拿起电话直接就打。妈耶，这对我们年轻人来说简直没有素质。谁要是直接给我打电话，那相当于直接钻进我的被窝了。我妈是钻进我的被窝，还揪着我的耳朵一起去钻别人的被窝。我真的做不到。我活到现在为止，我能拿起电话直接就打的人只有110和 Taylor Swift。为他打 call。而我妈能拿起电话直接就打的人，就是每一个有电话号码的人。而且我妈打电话最生猛的是什么呢？直奔主题，打过去，喂，王秀兰，老李说我们家楼顶上水管裂了，你去帮我看一下，有问题找人来修一下啊。下午你去包2包豆腐给小鹿寄过来，挂了啊。好帅呀！除了我妈，应该只有超级英雄是这么挂电话的吧 ？Got go， 挂。干脆利落，对吧？你不会见到钢铁侠挂电话的时候在那哎，好，哎，是。刚才这段表演灵感源于我爸。
我妈刚才那通电话打得最帅的是，对方一句话都没说，但是把事儿都办了。哎呦，我突然就很羡慕这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我觉得我这辈子跟任何人的关系都超越不了我妈跟王秀兰的关系。我也有很多朋友啊，但是每次要求人办事儿的时候，你怎么可能直接打电话呀？对吧？你肯定是先点开微信，再点开对方的头像，再点开他的朋友圈，来看看他最近在干什么。先点个赞，再回到对话框，开始一些虚伪的寒暄。亲爱的，你去露营了，照片好漂亮呀！你真是一个会生活的人呀，下次叫我一起哦，我都想你了，西西。咱们尽快约饭哦。对了。任何聊天里，但凡出现这个对了，那就说明前面都错了。我们每个人都清楚这个转折是多么的生硬和拙劣，但还是坚持用它来掩盖我们的蓄谋已久啊！假装是在聊天过程中，我一不小心我想起来了，哎呦，还是你激发了我呢。就以为这样啊，对方就好接受一点啊。要是这个对了，真的这么好用，那以后人和人的交流就容易多了，对吧？医生对着重症患者说：“哟，你这个情况挺好的。”各项指标都很正常，行了，没事了，回去休息吧。对了，叫家属进来。我妈现在啊，几乎是全职在刷短视频。看来你妈也是。哎，现在都刷魔怔了，短视频里说啥她都信，我说啥她都不信。哎，是吧？对。哎，我觉得真的，因为我妈她就觉得视频里的人说话她有权威。我说妈。我也在视频里啊，我妈说你那说笑话，笑话不算话。我觉得现在想让我妈信我点啥呀？我可能得自己拍一个严肃短视频，把它剪辑上传到短视频 APP 之后，再把它转发给我妈，然后我妈一点开就是我一脸严肃的在那，这条短视频可能会改变你的一生。建议点赞、收藏、转发之后再看。哈佛大学研究发现，老年人长期观看短视频容易导致智力下降、寿命减短、子女不孝。每天观看短视频5个小时以上，会导致子女不孕不育。转发短视频到子女的手机会天克地冲，再读你的运气，吸走孩子的阳气，而最终所有的阳气都会被吸收到美国亚马逊公司。从今天起，不点赞、不收藏、不转发，跟我一起抵制文化入侵！哒哒当当哒哒当当哒哒当当哒哒当。哎，我妈很爱玩手机，但她从来不关手机铃声，这意味着我妈走到哪儿都是自带 BGM 的，滴哩铃，滴哩铃，哒哒哒哒哒。救命啊！哎，不关手机铃声这个行为真的是太 old school 了。我们年轻人如果在公共场合自己手机铃声响了，跟自己在公共场合放了响屁一样尴尬，对吧？铃声一响，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老年人铃声一响，理直气壮，哇！我妈的铃声最要命的是，它还带震动。我妈还不屏蔽任何群消息，所以一到大年30，我妈的手机自己能走路。去年过年，我真的是要被吵死了，我就想趁我妈打牌的间歇，我打开我妈的手机，把她所有的群都给她屏蔽了。我真的翻，发现，哎，这也会屏蔽呀？屏蔽这些群，你咋不都屏蔽呢？然后翻，发现，哎，我妈没有屏蔽的群，就是所有我在里面的群。我知道你们有点感动，但你们也不要太感动，因为我还发现我妈置顶了王秀兰，没置顶我，还屏蔽了我爸。但这个故事里面最难过的还是我妈啊，因为我偷看她的手机，并且把她的隐私当作笑话到处乱讲，就跟她以前偷看我日记之后的所作所为一模一样。但也没有关系嘛。笑话不算话嘛。对了，我爱我妈，好，谢谢大家。哎，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小鹿。今年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呢，我讲了我的婚礼，
吐槽了我的婚礼搭子托马斯。之后呢，很多人就很好奇我为什么会跟这么废的人结婚。今天我来揭晓答案啊。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啊，他不一定得是佳人才子啊，也可以是卧龙凤雏呀。今天说一个故事，让大家感受一下那些年啊，我们卧龙凤雏一起划过的铁路，干过的杠啊。当时呢，我还在做律师啊，他也还在北大上学啊，一个典型的恋综配置。哎，马上就翻车啊！我发现老外学中文几年，中文人格就是几岁。当时他中文人格5岁，我俩的相处模式就很母慈子孝。有一天我一回家，他就跟我告状说：“小鲁，有人算计了我。”这个算计啊，一听很吓人啊！这就是老外学中文的特点，他们学的词儿都很大，很书面啊。比如说我俩去吃麻辣烫，他会看着一大盆杨国福麻辣烫，感叹句：“哇，真是一顿饕餮盛宴。”我跟他说：“你少吃点儿。”他会说：“麻烦您通融一下吧。”所以我当时就问他，我说：“谁算计你了呢？啊，今天怎么不开心啊？”然后呢，他就跟我说：“啊，我今天去了一个打印店，老板很热情，我们谈笑风生。我觉得老板很好，我没问价格就答应了。他说这点纸要90块。”我当时一看，这么薄的一点纸啊，我说就这，90啊？哎，你是打印了10张9块钱吗？他说：“你在冷嘲热讽吗？”我说：“对呀，你不问就打，现在钱都付了，告诉我有什么用？怎么我是还能去帮你把钱要回来呀？”他说：“可以吗？你不是律师吗？”我说：“啊，呀，也行吧。那这样明天我们去要钱吧。”他说：“啊，我也要去吗？你可以自己去吗？我需要去北大上学呀。”我说：“啊，什么意思啊？明天你去 PK University， 我去 PK 打印店老板。”那老板怎么会知道我讨回的是哪个老外的公道呢？最后他勉强同意陪我去讨回他的公道。然后第二天一早啊，我俩骑着电动车浩浩荡荡的就出发了啊。骑到那个打印店门口，我跟他说了一句：“你站在此地，不要走动。”我进去取个证。我掏出手机，打开录音功能，进去大声地询问了价格。彩印3块，黑白2块。为了夯实证据，我还在电脑上登录了我的微信，还插上了 U 盘。煞有介事打印了2张，花了5块钱。最后啊，付账的时候大声询问老板：“是这个价格对吧？”老板说：“是啊。”然后我就把托马斯叫进来了。托马斯进来的瞬间，老板的脸色紧张了起来，明显是认出来了。毕竟他一天也不可能骗好几个老外。我就问老板，我说：“那你昨天收了他90块钱？”老板说：“啊，是吗？那我再算一下。”特别心虚的过去翻那叠纸，翻来翻去，翻来翻去，算了3遍之后说：“啊，外面的壳子15块，打印60啊，一共是75块钱。”我当时一听，妈耶，差价这么小吗？啊，不行，来都来了，还是得继续啊。我说：“那你收他90。”老板说：“那我算错了呀。”我当时一听，也有道理呀。但是不行，我得坚持。我说：“这是算错的事情吗？啊，你明显看别人啊，人生地不熟的欺负别人、骗别人呗。”这时候托马斯听懂了“骗”这个字，狗仗人势冲了过来，对着打印店的老板：“你是这样的人吗？你骗了我吗？我们昨天谈笑风生不是吗？我以为你是好人，我以为你是人中龙凤。”一瞬间，维权的气势完全垮掉。打印店的老板呢，也敏锐地捕捉到了托马斯是个智障，气焰更嚣张，说：“喊什么？我不就算错了，把钱还给你不就完了？”然后啪就拍了15块钱在那个桌上。我当时看着那15块，心想：妈耶，我气势恢宏的维权就到此结束了。不行不行不行，我得升华一下。我说：“这是钱的事情吗？啊，刚才跟你所有对话我都录音了啊，就需要些举报你一举报一个准啊，我可是做律师的。”老板这时候呢也怂了，但他还是强撑着说：“你是做什么的？
我都算错了。我说我懒得跟你掰扯这几块钱的事情啊，自己坑蒙拐骗，我真正为你这个行为感到羞耻。说完，赶紧拉着托马斯走掉。在他下一次发言之前啊，你们现在肯定心里还在想尬点在哪里是吧？还没到。我俩走出那个打印店，我整个人就很沮丧。我心想，妈耶，律师身份都亮出来了，干回来15块钱，啊，好丢人呐！啊，但是我这个气儿也没处撒，我只能委屈的跟他骑着电动车回家。我们俩骑回家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哎，托马斯2只手都紧紧的抓着车把。我说等一下，你打印的那些签证材料呢？在你哪一只手里？托马斯啊，还在打印店里。我说那怎么办？他说那我们，我说没有我们，只有你自己，我们回不去了。托马斯啊，你不回去吗？可是我的中文不好呀，我跟他们吵架，他们会瞧不起我，还不给我。我又只能硬着头皮陪他回去。但我一进那个店啊，我就在那假装若无其事说啊，刚才那个东西没有拿。老板态度特别恶劣，说这没那东西。我一看东西没了，托马斯急了，稍微体现出了一点担当啊，他冲进来去那个垃圾桶里开始刨。这时候打印店的老板娘就飞过来跟我说：“哎呦，找什么找人？什么东西拿东西？我们这没有那东西啊！”那个东西对我们特别重要，你如果没拿，你把监控给我调出来，我看一下。打印店老板儿子跟我说：“不调。”我说：“哎呦，不调是吧？行，那我现在就报警。”就在我说完这句话的瞬间，我的脑子叮的响了，说：“阿姨，我们电动车是有后备箱的呀。”当时我背上的汗就下来了，但我还是强撑着扭头跟托马斯说了一句：“先别跑了，去看一眼后备箱。”托马斯从那个角落，出去了，剩我一个人站在那个店里，举着那个手机，跟人家一家3口八目相视，度过了我人生中最漫长的10秒。10秒钟之后，托马斯回来了，手里拿着那叠材料，还说了一句：“哈哈，在。”这时候打印店的老板娘几乎是像一个啄木鸟一样飞过来，开始啄我，说：“你看吧，你看，你看，这说明他就是用当东西啊，觉得我们坑蒙拐骗，你们才坑蒙拐骗。”这时候托马斯听懂了“骗”这个字，一个箭步冲到我面前，对着人家一家3口岂有此理！我们回来，因为你们是大骗子一家，不是吗？你们骗了我呀！哼，你们骗的人罄竹难书。Enough， 毫无帮助。我当时腿也开始抖了，但我强撑着自己最后一丝尊严，跟人家一家3口说：“一码归一码啊。”我们刚才确实记忆出现了一些偏差，但是也不能因为我们的师傅就演给你们好自为之吧。接着托马斯走出那家店，我转身开始对着他破口大骂，我这回知道我的火该往哪撒了。我说 ：“You stupid！ How can you forget you're stupid？ 签证材料 is in your 电动车后备箱。This is the most 尴尬 day in my life。滚！我就一路狂奔回家，我也不上电动车，然后他就骑着那个电动车委屈的跟着我滋。我想妈呀，赶紧，我要回家逃避这场尴尬。一路狂奔，终于走到我家门口，准备开门的时候，发现哦，我的钥匙连着我的 U 盘还插在打印店的电脑上。那一瞬间，我连站都站不稳了。我扶着我家的门把，跟托马斯说：“咱们换个房子吧。”我们真的回不去了，但是你可以。
中国有句老话，洋相还得洋人出。最后托马斯回去了，把钥匙拿回来了，他就去北大上学了。我独自在家消化这场尴尬，坐立难安，在家里待着待着，15块调监控不行，我不能活人不能被尬死，我得把我的尴尬发散出去。我开始发信息跟我的朋友吐槽这件事，说哇，好丢人呐，去维权。律师身份都亮出来了，干回来15块，取证还花了5块，10块钱买走了我的尊严，还丢3落4，回去2次，一败涂地呀！小丑竟是我自己啊！掩面哭泣，跟一个朋友发完，哎呀，好尴尬，多选。逐条转发给另一个朋友。整整1天的时间，我疯狂地把我的尴尬发散到全国各地之后，哇，到了晚上10点，我终于平静下来了，终于可以安心地工作一会儿了。这时候我打开我的电脑，准备工作，要登录微信的时候，发现哦，我的微信还挂在打印店的电脑上。也就是说，那一整天，那一家人目睹了我的整场表演。一家人围坐在电脑面前，看我直播，还评论我。那都是这么尴尬呀！哎呦，还真是律师呀！哎呦，难怪脸都绿了。哎呦，这对卧龙凤雏啊，尬到在家里掐人中了吧？掐成人中龙凤了，尬得罄竹难书。哎呦，真是一场饕餮盛宴呀！好，谢谢大家。嘿，大家好，我是小鹿啊。谢谢。前段时间刚办了婚礼啊，今天谢谢啊。今天穿婚纱来呢，倒不是因为我多么的爱结婚啊，只是因为这个婚纱我买都买了，我想穿着它嫁人，也穿着它骂人啊。我的这个婚礼搭子呢，是一个比我小5岁的澳大利亚大男孩啊，喜欢送给你们啊。我过去就是我们备婚备了1整年，我过去1整年一直在紧张的备婚，而他也一直在正常的生活，他太松弛了。哎，我每天搞婚礼，搞这个婚纱，搞伴手礼，搞婚鞋，搞7搞8，而他搞不清状况，甚至在婚礼前1个月，他还问我，我们公司安排我出差，我可不可以婚礼前1天才到？我说你也可以后1天才到。太松弛了，而且伴郎团一到达中国，他就跟伴郎玩去了。我说你要跟我筹备婚礼，怎么整天跟伴郎黏一起？怎么你也是来参加婚礼的吗？他说可是我跟伴郎们好久不见了，我觉得婚礼期间我应该多跟他们在一起。我说怎么你们的小别胜过我们的新婚？太裸了，不知道能拿多少票啊？伴郎团就更松弛了，他们在我们婚礼彩排前就完全喝醉了。最后彩排是所有的伴娘团像赶猪一样赶着他们走直线。哇！那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伴郎伴娘必须一一对应，因为每个伴娘必须1对1定点帮扶一个伴郎。我都看不下去了，我问他，我说你找伴郎不能找点靠谱的朋友吗？他说靠谱的早结婚了。太夸张了啊！结婚真的很伤感情。结果就知道了啊，婚礼的极限压力真的是会让你断情绝爱。就你到那一天，因为那个压力之下，你会越看他越觉得他一无是处，是个废物。我们婚礼司仪说中文，我新郎听不太懂。平时我觉得挺可爱的，但那天我觉得为什么你中文这么差？
你是外国人，这是理由吗？哎，你都来中国8年了，5岁的花童中文都比你好。一般我生完气呢，他就会睁着他无辜的蓝眼睛看着我，我就会迅速的熄火。但那天他越看我越生气，我说看什么看？为什么有色眼镜看我？到了婚礼前夜啊，我的紧张焦虑达到了顶峰，我对着我的伴娘团爆哭。其中有一个伴娘为了宽慰我，就说：“姐妹，还来得及。”你可以，我说不可以。你知道我这一年我婚纱试了多少件，婚鞋换了多少双，我跟策划公司吵了多少架啊？我的宾客牌座搞了多少版？我不会因为一个男人的愚蠢和懒惰影响我婚礼的完成。这个婚必须结。哪怕今天结了，明天离。哎，我的婚姻可以失败，但我的婚礼不可以。婚姻是2个人的事情，但婚礼是我1个人的项目。然后我的伴娘说：“可是你值得更好的。”我说：“没有任何男人值得我再办一次婚礼了。”然后我伴娘说：“可是，说明你这么说，说明你还爱他。”我说：“哎呦，爱不爱的，现在爱了不爱了不重要，重要的是来都来了。这个婚他在劫难逃。”当然啊，这个婚礼上拉垮的也不光是新郎和伴郎啊，更拉的还有我爸。在我们那个仪式上啊，说誓词这个最浪漫的环节，全体宾客泪洒现场。这个时候，我爸手机铃声响了。当时我正在泪眼婆娑的跟新郎说：“谢谢你带我爱上我自己。”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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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后我爸偷感很重的。毫不犹豫的起身去接电话，我余光还看到我妈抓了我爸一把，没抓住。本来我的眼泪止都止不住，那一下止住了。仪式结束之后，我就问我爸，我说：“爸，刚才是你们单位要上市了吗？到底是谁的电话？”然后我爸说：“没啥，一个诈骗电话。”我说：“爸，我这辈子可能就结这么1次婚。而你被诈骗的机会成千上万，什么诈骗这么吸引人？非得当时去完成？哎，等我结完婚，你想怎么被骗就怎么被骗呀！哎，这是我的婚礼耶，我正在经历人生最大的诈骗。”现在我的婚礼已经结束了。但是啊，婚礼对我的伤害还在继续。前2天有一个朋友来问我说：“哎，小璐，你们婚礼上的鸡尾酒好好喝，可以推荐给我吗？”鸡尾酒是整场婚礼新郎唯一负责的东西。我说：“你去问新郎吧，这是他弄的。”我朋友说：“哇，你好幸福啊！你们婚礼都是他弄的吗？”我发现啊，多数婚礼好像都是这种模式，就筹备模式都是新娘歇斯底里，新郎事不关己。为啥？可能就是因为所有的影视文学作品都不断的告诉我们说，每个女孩都向往着一场完美的婚礼，谁向往谁买单嘛，对吧？所以甚至现在很多婚纱店都是这样，租新娘的婚纱送新郎的西装。我觉得凭什么婚礼只是女孩子的幻想啊？都可以幻想起来呀，对吧？哪个男孩不向往着一场披荆斩棘、酷炫逆天的婚礼？你可以在婚礼上穿上你最帅的夜光变形盔甲，踩着你最帅的 AJ， 站在你最爱的无人驾驶挖掘机车顶上，突突突突突的入场，单手空气投篮，另一只手握着你又粗又直又亮的光剑，跟新娘的前男友一一决斗。在即将迎娶新娘时被岳父退婚，你邪魅一笑，振臂一挥，伴郎团的 Seven、迪迦、诺亚等74名奥特曼从天而降，问你相信光棍吗？
全体宾客下跪，对你高喊恭请龙王归位。